小弟，你等我好吗？我去找他拿解药。叶真，别走。小弟，好热。你能不能不要走？小弟，還無例有見，你昨日笑臉，還是冷哭過，也哭過，而我不敢夢前，配合你出現，未追究意義，讓甜夢裏親氣，只能確地認定，畫面已影星。門台已衰漸過清線，茫茫與海的蔓延，遺留下孤單的背影，尋遙遠的晚星，始終只可在你眼前，願為你分風雨，在傾聽，然後有你伴我。粥虽然好喝，但是早餐更需要补充蛋白质，这样对大帅的身体更好。我呢也不明白什么是蛋白质，这一切听你的就好。昨晚休息的好吗？要一直能住在这聂府就好了，但这又是一件我羡慕不来的事情。父亲，哎，请下，坐坐坐。哎，对了，你四娘呢？啊，四娘被侯市长接回娘家了，今天晚点就回。哦，好。那这样，你陪着冰冰，你们老同学，我想也还没来得及好好叙叙旧。我还有点事儿要办，冰冰就交给你了。是。怎么不说话？这到底是什么？你不是都已经体会过了吗？还问我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还能是为什么？为了帮你啊。帮我？帮我什么？小蝶，其实你对聂少帅早就动心了吧？那天我在聂府门口就看出来了。小蝶啊，你是我这么些年见过最聪明的姑娘，家里那些人事的、商业的种种，你都比我擅长。但是啊，你唯一的缺憾就是对于男女之事的陌生。从小就和我黏在一起，也不向我留过洋，至少见过别人直截了当的男欢女爱。所以我就想，以你这个迟钝的性子，这层窗户纸还不知道猴年马月能捅破呢，所以我就出手帮个忙喽。而且我要扳倒聂家也是真的，只不过聂真需要你帮我控制住，所有该利用的都可以利用，遂了自己的愿便好。这还是你教给我的。对了，你最好盼着聂真一如既往的聪明。那你为何要骗我？
我逗你玩的，可以吗？那一刻，自从小姐回来后，就萦绕在我心里的感受，终于具象成了一个词。这种感受，就像纱窗一样，间隔在我和小姐中间的诡异，因为陌生。小蝶掏空了沈家所有的家产，用尽黄金白银，为你铺就了一条逃出升天的道。所有洪州的岗位、街亭、哨所都被施以重金打理，整个洪州城内会被遍地的金银扰乱，治安不存。边境处近百辆汽车会在同一时刻出关，他们都会被视作有可能藏匿着你的可疑车辆。整个洪州外海的渔船被打点汇聚，而直达南方的水路才是小蝶为你安排的真正密道。这是你去江州之后的联系人信息，他会把你带进胡家，小蝶真正的家。是那个垄断南方珠宝生意的胡家吗？对。那你呢？我负责装疯卖傻，借酒消愁。这个计划确实想尽周密，但是你隐瞒了最重要的环节，对吗？他会去聂府找我姐姐，代替你成为聂府新的人质。这行不通的。你觉得我姐会杀了小蝶？也许你姐不会，但她背后的势力为了要挟我回到洪州，一定会。那你能救她吗？差一个环节。差在，如果你救了小蝶，聂府那里就没有了人质，局势平衡不了了，对吗？对。我真的很后悔，最开始没有阻止她嫁到聂府。我和她不是在聂府认识的，你也没机会。这个时候你就别揶揄我了吧？你掌握的那些信息，能反败为胜吗？差一些。还差一些？还差多少啊？他为了保护你被千夫所指，因为担心你而食不下咽。我真的很想再给你来一刀。有的时候，我真是恨透了你们这样的聪明人。但除了你们之外，重要事情没有别的解决办法。你和他，仿佛是天生的一对。为什么还没找到？滚！别心急，只是输了一步棋，赢回来便好。说得倒轻巧。严小姐不妨仔细想一想，聂真出逃之后，一定会去的地方是哪儿？但那是我的家。输子儿倒是无所谓，但要是被将了军，我们都得完蛋。怎么没找到你心爱的丫鬟吗？是啊，她从来都是我触不可及的智伯。好久不见。姐。怎么是你？只能是我，也必须是我。从商者皆为赌，以往都是小蝶主持沈家商业上的事情，我就像是个十足的废物。但这一次，我想自己入局，赌一把，赌你能赢，赢者方能通吃。赌注呢？我的命。
燕小姐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吗？多然，别再坚持了，你这样可以少受点皮肉之苦。这份善意，为什么不能分给小蝶一些？你压根什么都不知道。他在你眼里是小蝶，但在我眼里他就是个小人，是个阴谋家，是个害我一无所有的贱人。你和我错过在很多路口，一步步一个回头。还记得这儿吗？微笑相望，却不再停留。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。当然记得。初次见面时候礼貌的颔首，那时候没想过能牵你的手，以为在冷风中走过了那么久。再次见面时候雪花落肩头，没想过这时候也能够拥有一瞬白首，却不能再相拥相守。我们错过在雪落的时候，一步一个回头，却不再干嘛一停留。直看着我？漫天大雪水1个月没见，我得补回来。我这边没有，今天没来。给我搜！聂真，你确定二少爷安全？皮肉之苦少不了，但他一定能活下来。他是怎么愿意相信你的？因为我是聂真，我不会输。你怎么这么傻？你这么逃出来很危险的，知不知道？因为我想见你。等时机合适，我们再回去救二少爷。小蝶，我知道你担心你的大小姐，只是她遭受了太多苦难，心中带着恨意，而这份恨意恰巧被人利用了。是那个赵先生吗？那个装作医生对你下药，然后逼你开枪夺命的人。对。这阵子我有在查他，可是依旧没有任何线索。聂真，其实你想救你的大小姐，对吗？他是我最重要的人。如果是单纯的恨我，那便罢了。但是如果他是被有心人利用，我一定要把他拉出泥潭。小蝶，这一切都交给我。等我们离开洪州之后，我会查清楚这一切。小蝶，你是不是不相信我？我就知道，二少爷一定会把我的计划向你和盘托出。果然如此。你是有什么瞒着他吗？这些所谓的障眼法，根本就瞒不过那位赵先生。人质必须存在。小蝶，你不许胡来。是你在胡来。你说来的太早了。只要活着才有希望，你明白吗？但这一切都要等我们离开洪州以后再说。洪州对你来说太危险了。你别忘了，洪州的安危是比我更重要的事情。少少，别这样，小蝶。终于被老套的现实给了我一次毫不留情的聂真，你说过
我们可以安安稳稳在一起的日子总会来的。爱得又疯又傻，让一个理智女孩的心注意安全，分了叉。我等你回来。点一份忧伤的晚餐，伤痛伪装新鲜糕点，表面撒报告。有什么话需要我带到月白桥吗？不像你，小蝶一直都是个聪明人。你自己好好想想，这么熬着值得吗？他爱的不是你。就是这里，原本计划里我和聂真会逃走的地方。你选择这么明晃晃的地方，胆子是真大。灯下黑，很稳妥。可你不还是主动联系我了吗？你还是没有按照聂真的计划行动。我也有我的计划。走吧，我跟你回聂府。再等会儿吧。别等了，他不会来的。他有更重要的任务，整个洪州都等着他去营救。小蝶，你怎么比我还不了解聂真呢？在你的少帅心里，世间万物都没有你重要。他是听劝的。他听劝？他听劝就不是聂真了。你为什么就不能听我一次呢？该把欠我的5分钟还给我了，小蝶。真是对苦命鸳鸯，可气又可笑。我知道你想要什么，你和赵先生所获的资料还不够全吧？是不是有很大一部分在3位师长的手里？而那些文件早就被我转移了。狡兔三窟，被我耍的感觉怎么样？东西在哪儿？少帅，怎么回事？放小蝶跟我的人走，我会把另一半资料给你。做生意哪有只做一半的道理？另一半资料我会在3个月时间里陆续给你，但那些资料都被我加密过，破译的方式只有沈二少爷一个人知道。原来你是用了这个方法保他不死。当然，我还没那么大胆用你亲弟弟的命去试探你的底线。这是我最喜欢的笔。严小姐，考虑清楚了吗？虽然很不情愿，但我的确有你就够了。让他滚！是。走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
两人情深，驻足心底，无处藏身。无爱怕起落，爱过常寂寞，要不为什么不走？是你得让我安心才对。为什么安心的人不能是我呢？为什么护你周全的人不能是我呢？聂真，在这种时候，你非要拿你的命开玩笑吗？你知不知道，你对我有多重要？小弟，我答应过你啊，我会赢回来的。不要，不要！走。少夫人，少帅，答应你的事我已经做到了，接下来该你了，带路吧。你就没有怀疑过赵先生的真实身份吗？上次我已经提醒他够明显了。这些就不劳少帅费心了。谁？站住！聂真，你出卖洪州，伤我右腿，杀我妹妹，今天就叫你血债血偿！洪师长，别冲动。住手！少夫人，是谁给你的权力擅自枪杀通缉犯？吴一台，我知道自己杀了少帅是罪该万死，但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你恐怕不知道，聂府四姨太是我亲妹妹，她已经被少帅杀死了，现在连尸首都找不到。你说她该死还是不该死？那也该等大帅定夺。大帅膝下就这一个儿子，往常就是他再顽劣不堪，大帅也必会包庇。这如果交给大帅处理，我妹妹不就白死了吗？侯平现在只求武姨太能保我性命，至此，侯平为武姨太马首是瞻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好，聂真手上现在有一批文件，我需要你最快速度帮我找到。侯平多谢武姨太不杀之恩，所差之事誓死办到。答应聂真的事，我会做到。你走吧。春风吹不尽似水流年，小雨在人群苍茫的边缘，是否还记得
少夫人，女儿，看样子在外面受了委屈吧？爹太想你了。我这不回来了吗？回来就好。聂真他没有死，他有他自己的计划，对吗？少帅，刘秀，你相信命运吗？我信不信不重要，但我更相信事在人为。少帅，你真要这么赌吗？一颗子弹装进弹仓，用拇指锁定住，然后以12牛顿的力转动。2秒后上膛。此刻的弹仓一定是你预选的，虽然几率看起来只有1/6，但实际上是100%。我从来不赌，我只用信息差来赢，所以你说事在人为也是对的。少帅，原来你会用枪啊！怎么连我都不知道？我不喜欢枪，并不代表我不会用。我需要的是信息，咱们也只有这个筹码。我叮嘱你的事情，放心，少帅，我会拿命护少夫人周全，一定要办到。你说话。少帅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刘秀，你就是这样保护少帅的吗？军令如山，他让我全力保护的人是你。不都是一样吗？不都是把自己陷入死地吗？我相信少帅，他能活下来的。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老实交代身份。我真是从江州逃过来的。我在江州的胡家做珠宝匠人，你问多少遍，我都只有这一个答案。那你为什么跑来禹州？我跟您说实话吧，我欠了一屁股的债，但我跑的时候带了很多的珠宝，只要您愿意饶我一条命，我可以分您一半。哼，这点好处就想收买我啊？全部都可以给您，只要您饶我一命，让我跟您混口饭吃，成吗？聂真，我知道你还活着，我知道你在进行着一项危险的计划。我写下日记，不知该寄去哪里，也不知道哪一天能交到你的手里。但是我知道这一天一定会来，这是你答应我的。我已经抵达胡家了，我和父亲见了面，也都安顿好了。刘秀负责着我的安全，我知道你把最信任的人留给我，意味着什么？我会让你安心的。胡家一切都好，我等着你，和我一起。聂真的计划我是真的不知道。我有的是时间等你说。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过了。你为什么总是偏袒他？他究竟是怎么做的，我都看在眼里。
你可能是看在眼里了，但是我是亲身经历的。当时我被他喊出沈家，目的是为了杀掉聂真。他当时已经有线索了，是我拿枪指着少帅的。如果他真的是为了害你进入聂府，那他杀聂真究竟有什么好处？都是障眼法罢了。姐姐，你真是糊涂了吧？他当时以为你死了，他障眼法给谁看？姐，我有预感，一切都快结束了。小蝶是不会回来救你的。不是他，还有其他人记挂着你？是少帅。你在祈祷一个死掉的人来救你。你之前不也死过一回？同样是在河里。我来给你讲讲我和你母亲的故事。你母亲啊，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的女人，这些都是当年我写给你母亲的情书。你看看。这封情书，我想送给我最在乎的人。我该如何比喻你在我的世界当中的意义呢？就好像当乌云撇去过后，我见到了最光洁的月亮；当暴雨撤散之后，我见到了最炫目的红光。如果有心，你就应该来找我，应该来接我，应该来爱我。这些我发誓都能够为你做到。你能也像我一样，像青天，像碧海，起誓吗？我发誓。久等了，夫人。初次见面时候礼貌的颔首，那时候没想过能牵你的手，依偎在冷风中，走过了那么久，再次见面时候雪花落肩头，没想过这时候也能够拥有一瞬白首，却不能再相拥相守。我们错过在雪落的时候，一步一个回头，却不再停留。我就知道你在骗我。那当初你说要开那个什么记者发布会，不也把我一个人撇在了聂府？这下好了，我们扯平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有事的。我一直都很想你。我也真的很想你，对不起。所以你的计划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你都不跟我说呢？如果我告诉了你，你就不会回到江州了。你可以出来了。还是回头再温存吧。我这次来江州是假装谈军火贸易的，留得越久，变故越大。
是你啊，还请夫人不要因为当时的那腔记恨，我也是奉少帅之命行事。好在我枪法达标，没有辜负少帅的嘱咐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……更早之前，我最重要的任务是为了查清楚严冰冰或者说沈清夏小姐背后的势力，而我手中最隐蔽的底牌，就只有侯师长。在我被严冰冰关在聂府的时候，我得知他背后似乎有一个所谓的同袍会正在行动，但是我的眼线遍布整个洪州，这是个根本不存在的组织。为了调查清楚这个，我做下了假死之决，好让自己可以有最自由、最安全的空间去大展拳脚。后来我独自行动时，线索开始逐渐导向了渝州，6座城市，19个假身份，54条线索链。总算让我找到你了，赵营赵部长。赵营，渝州情报组织的部长，其目的在于挑起两州战事，并且利用手段将胜利的天平无限倾倒向渝州。那些从聂府搬出去的资料，全都送回了渝州，为的就是做出针对性的战争部署。军队的调度是及时的，他可不是下象棋呀。但时代已经变了，排兵布阵不再是打仗最重要的技巧，而是细细长。渝州要的也正是这个。现在洪州已全无秘密，倘若两州一旦开打，洪州将会彻底覆灭。洪州早就已经在生死边缘了，所以我们得回去洪州了。洪州的黎民百姓安危在此一关。这次我们一起回去。可是我跟你一起，你会有危险的。不会再有了。梦寒流雨之风，生来成全多少事与众。但是在走之前，我们还得在胡家办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向二老请茶。等啊，你奔而上，心和应还失去太匆匆。沈老爷，哎，胡老爷，沈老爷，您是小蝶的养父，从小蝶口中我知晓您待她一直极好，这份养育之恩，聂真谢过。胡老爷，早年间时局动荡，您选择了最无奈但又最正确的方式，让小蝶活了下来，但却要独自承受20年的思念之苦。此番请茶，聂真就是想请二老放心。小蝶是我的妻子，我绝不会让她受到一丝一毫的委屈。另外，也请沈老爷放心，我会把小蝶带回洪州，把大小姐和二少爷一起救出来，请二老放心。辛苦你了。辛苦的不是我。您早就出发？对。我还是有些不信你。那你要怎么才能相信我呢？我发个誓。他口说无凭。今日我聂真不行，你也得发誓。我发什么誓啊？因为你上次抛下我一个人了，所以你也得发誓。毕竟咱俩都是惯犯。行吧，说的也有点道理。今日
聂真、蝴蝶发誓，此生再不抛下彼此，无论艰难险阻，定守风雨同舟，不离不弃之约。两人对此均无异议。若有违背，天诛地灭。怎么样，怕不怕？现在要是反悔呢，还来得及。我聂真除了失去你，没什么好怕的。签字吧。換霧裡有見你昨日笑臉，還是冷哭過，也哭過，而我不敢望前，配合你出現，未追究意義，讓甜夢裏真氣，漸能確地認定，畫面如雨聲。門台已衰漸我清前，茫茫雨海的蔓延，為留下孤單的背影，尋遙遠的晚星，始終只可在你眼前，願為你分風雨，在傾聽，任何有你換我的回憶。刘秀，一会儿咱们分头走，免得被赵营的人发现。明白。聂真，这是给你做的战袍。谢谢夫人。那我们出发吧。爹，老爷，等我们回来。二老保重。沈大小姐，我想提醒你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聂真那里剩余的机密文件，我们仍旧一无所获。你打算让我怎么做？开一个记者发布会，内容我帮你设计好了。你想要我罢免3位师长？没错，这样是最直接的，罢免师长，拿到他们的文件，这样我们才能救出剩余的同僚。但那3位师长绝不是逆来顺受之人，贸然对他们动手，势必会造成混乱。我答应帮你，是为了要颠覆聂家。我不想看到洪州的黎民百姓遭受内乱之苦。沈大小姐，当初你在聂真身上犯的错误，我不想再看到第2次。明天的发布会你自己能处理好。另外，聂府的守备兵力我会调走，另有安排。什么安排？
严彬彬小姐，如果我是你的话，就不会乱动。你是来杀我的？当然不是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我是奉少帅之命送你去见他的。时间刚刚好，走吧。看来你家主子回来了。是你，你总算是小莲呢？现在不是酗酒的时候，能走得动的话，就赶紧。少帅，有些太刻薄了吧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就不能让我再见小莲一面吗？他负责劝你姐姐。少帅，谢谢你，让我赌赢了。别谢我，是你自己赢得漂亮。况且我和他还有最后一手牌，才能决出胜负。赶紧走吧。我们少夫人想跟严小姐好好叙叙旧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大小姐，好久不见。你真的敢来见我？也是，聂真有的是手段保护你。这是聂真卧底3个月查到的有关赵岩的所有资料。给我做什么？我不过是他的帮凶罢了。他是谁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。但你是谁，对我来说很重要。5年前，与洪两州交战，洪州得胜。禹州为反攻实施了离间计划，而这个计划的负责人就是赵岩。你在期待我能变回以前的沈清夏吗？不可能的，小蝶，别天真了。我原本以为你活着是不可能的，我以为我再见到聂真是不可能的，但我后来慢慢的发现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。你也一样，大小姐。小蝶要帮我保密啊！放心，我不会告诉老爷的。看，这扇子专门为你挑选的，你真好看。谢谢小姐，我很喜欢。小蝶，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一个励志女孩的深情分了茶，点一份忧伤的早餐，满嘴是分手后的纠缠。不会的，大小姐。小蝶这次泪腺，中午都不敢再吃饭，菜单没有吃，都是分手画面。我可以陪着你很久一口口想去喂饱快要饿死了的思念。
终于将自己带入舞台上每一个绝望女性的角色。你不怕我姐姐不信任你们？这个可能性不存在。现在只需要全力对付赵莹的反扑即可。这么确定？原本没这么确定，直到昨晚看见你这么惨以后，我和小蝶更加了解沈小姐的心意了。怎么说？她没有必要对你施以极刑。一开始你只是被软禁在聂府，而她一旦开始对你动手，就说明她对赵莹产生了不信任。为了不被发现，你就免不了成为牺牲品。辛苦你了。我倒是无所谓，但是赵莹真的看不出我姐的变化吗？这就是我今天的任务了。聂大帅已经数月不曾露面了，民众需要一个解释。聂府今天召集我们，是要宣布什么大事吗？这不是聂家五姨太吗？又是他代替大帅通报。各位记者朋友们，感谢你们的到来。今天聂府召集你们前来，是为了宣布一件极其重要的防务举措。在我手中的是一份由聂大帅亲笔签名的文件，不容置疑。洪州出现了极为严峻的情报危机，以及旁系军阀的间谍渗透。这个人名叫赵莹，他在民间扮演着各种身份：医生、教师、虚构的组织领袖、自诩正义的斗争人士，这些都是他的伪装。为了他的自身目的，他不惜欺骗世人，将一个个无辜百姓拖入漩涡。而他最根本的目的就是颠覆洪州。你的意思是洪州已经被渗透了吗？还是说于洪两州马上就要开战了？果然留着后手吗？你回来的倒是快，想怎么教我的军？我中枪后，在渝州调查了3个月。你查我的底细，改变不了任何事情。查你用不着3个月。你什么意思？赵莹，你是干情报的，你应该知道，情报最讨厌的就是变量。在江州有个胡家，掌握着资金庞大的远洋商贸公司，而这个家族的全力而为，足以让无数假情报涌入你的渠道之中。你这颗老鼠屎坏了洪州这碗高汤，我就反其道而行之，用无数假情报让你苦心获得的真线索毫无价值。如果你不回去，你猜他们怎么分辨真假？你猜渝州还敢不敢出兵？简单高效，但你凭什么认为我出不了洪州啊？怎么，打算在这儿捅死我吗？不，捅死你多没意思。我要捅死你想救的人，捅死你欣赏的人，捅死你在乎的人，那最后会捅死你爱的人。是吗？那他在哪儿？他人呢？在哪儿？他不是一直跟着你的吗？那个贱丫鬟人在哪儿？我劝你换个称呼。哎呀，无所谓，他跑了就跑了。聂真，我警告你，如果你不把我送出洪州，其他人就……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告诉我真相，我还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沈清夏是我下的药，你爹也是我下的药，就这么简单，你还要什么真相？我确实不需要，但是我得让你亲口说出来。
最后一局是他的计划，完美无缺。不可能，凭什么是他？惊喜吗，赵先生？聂家、沈家诊所3位师长刚好够用。赵莹，整个洪州你别想再骗到任何一个人。赵先生，我们是来给你送行的。赵莹，你输了。聂真，如果一开始你没有遇上你的夫人，一切会怎么样？不会的，因为我和她是命中注定。少帅，你不亲自动手吗？你知道的，我不喜欢用枪。爹，多亏了沈大小姐给我的肾上腺素，才让我有机会亲自过来跟你说最后的话。发布会之后，洪州是生是死就不好说了。你在乎吗？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？不是。算了，还是我跟你说吧。你的儿子回来了。体面的事情留给你自己。爹，我已经郑重的向他道过歉了。真儿有些话当爹的放在心里很多年了。真儿，对不起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母亲，我对不起洪州的老百姓，我对不起爹，真儿。春风吹不尽，似水流年。你能原谅爹吗？相遇在乱世苍茫的边缘，是否还记得昨日的誓言？是否眼中还有留恋？谁在黑夜小爹，等待黎明来临时，替我好好的劝劝他。你们要过得幸福，一定要幸福。抬头问苍天，是非究竟谁分辨？为何这世间爱与恨无可避免？
我想变成一条鱼，跳进大海继续去。海面现浪花，海底追涟漪，自由快意。我想变成一只鸟，飞过那云层看天去。多多关照。回避云彩下，昂首沐风雨，说去就去。问世没有真爱，披荆斩浪才觉神奇。冲破那鱼缸和牢笼，勇敢搏击。想什么看什么等什么怕什么说什么做什么，向大海游去。想什么看什么等什么怕什么说什么做什么，向蓝天飞去。想什么看什么等什么怕什么说什么做什么，向未来奔去。不失望不依赖不着急不委屈不斗气不放弃，所有成功都有失败累积。我想变成一条鱼，游进大海积水去。海面现浪花，海底垂涟漪。